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《暗黑破坏神2代》重置版德鲁伊的流程。今天是普通的第一章。为什么才起德鲁伊呢？因为打到了他的火炬啊。虽然呢75级才能装备，到时候已经是地狱的末期了，但是呢咱们至少现在有底了。从箱子里取一点钱，出门之前呢把装备买一下，这样打的会顺利一点。这就是有遗产的好处啊。好，买了一身。另外呢，咱们买一点精力药水，防止呢一会儿跑路的时候跑不动。买一点蓝瓶。为什么买蓝瓶？跟大家说一下我要练的练法。我要起一个召唤德鲁伊。为什么起一个召唤德鲁伊呢？因为这个是最近小伙伴呼声最高的练法了。其实他们也不是想看召唤德鲁伊啊，就是想看我被怪虐啊。还有呢，有小伙伴想看一下动物园补丁。重置版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动物园的补丁啊，有的话呢，肯定打起来很热闹。但是召唤德鲁伊的强度实在是不强。德鲁伊这个角色呢，我就觉得啊，他的召唤不如死灵法师，变身系呢打起来感觉又不如双热升级爽，那元素系呢感觉又不如法师，所以说这个角色啊，你感觉什么都会一点，但是什么都不是很强。那咱们练召唤系的德鲁伊就只有普通难度，咱们玩召唤系；噩梦难度和地狱难度呢，咱们要转成元素系。还有物理系，就是变身啊。那3个难度，3个玩法吧。这样的话，虽然召唤系呢不强，但是普通难度怎么也能糊弄过去，对吧？好的，这个洞在这儿啊，但是咱们先不要着急进洞啊。进洞之前呢，先做一下准备。我想先到下一个图，把传送站踩了。咱们先找点啊，做一下准备，不要急，不要急啊。等你有经验了，玩的次数多了，你就不会那么着急进洞了。事先的准备一定要做足。好的，点咱们也找到了，也照顾到了，这样咱们回头再进洞吧，这就顺理成章了，知道吗？进洞之前呢没有升级，走召唤系啊。那如果普通难度的话呢，咱们最后打巴尔之前大概会获得最多也就35点技能吧。这样的话呢，咱们有一个藤一个灵，剩下就是狼或者熊了。关键啊，狼这条线的召唤物它有冲突，为什么说要用到动物园补丁呢？这个用到的话也可能是比较靠后了。咱们第一章的主力就是狼了，狼还有小弟，还有我啊，不算我没什么输出啊，那就是狼和小弟了。狼呢有5只，你像这种召唤系的角色呀，他就是法师了。那法师的强度主要取决于他的技能点数，也就是等级。所以说呢，即使是第一章，我也要多练练级。来吧，辨识一下电抗5的戒指。现在身上的东西还比较垃圾，我的遗产呢大概9级左右能换上一些，另外15级左右能换上一些。15级呢，我感觉比较重要，比如说项链、海里曲之眼就是15级的，马纳德戒指也是，另外单手的武器等等，还有鞋。这样咱们第一章呢，好好练一下级，打的过程当中，但是练级的过程啊，就给大家略过了。这个角色呢，它不像骑士，可以冲刺，每章打得很快，咱们可以录制全程，一刀不剪的。德鲁伊啊，现在做不到，并且呢 ，TP 杖咱们现在也拿不起来，所以说中间肯定是要有剪辑的部分啊。
我现在呢有了一个毒藤蔓，还有了一个乌鸦。这个乌鸦啊比较特别，它呢攻击次数到了之后它就消失了。比如说咱们现在是1级的乌鸦，那它大概会攻击敌人12次，然后呢它就消失了。你可以多招几只乌鸦呀，但是乌鸦的攻击不高，它有一个致盲的效果。这个乌鸦我可能呢只点1点，不会多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一它输出呢不是很高，二呢咱们如果只决定普通难度使用召唤的话，那么技能点数啊真的是比较紧张的。本身呢德鲁伊的召唤物就不强，咱们要把有限的技能点啊投给那些主力的作战的召唤物。所以我这个角色呢，我就不辅修元素系了，因为有些德鲁伊呢召唤系它也辅修元素系啊，这样让自己呢有一个输出。但是如果只打普通，还是那句话呀，技能点不够啊。你就算全投给召唤系，它也不强。好的。这样第一个任务做完了，咱们可以领到一个技能点。那前期的技能点咱们要有留存啊。狼呢需要6级，练到了6级，这样咱们的队伍啊，一个乌鸦，一个狼，一个灵，一个藤蔓。再加上自己，现在是一个5人团队。当然，这个乌鸦感觉就是凑数的。灵呢没有输出，他现在是负责给咱们盛血的。来打血压，打血压的话呢，武器我选择了标枪。因为呢，一它是远程，第二呢，它的输出现阶段也不算低，所以说我就使用了标枪。这个标枪啊，我估计要一直用到安解之前。安解的时候呢，我就有替换的武器了。好，把雇佣兵领了，咱们自己雇一个呀。好，这有个5级的，这个不错呀。5级的，给他去买点装备吧。最近这2个月，我一直在更新《暗黑2》的视频，有很多小伙伴也问我说：“大叔，你为什么要玩离线啊？”这里呢，我给大家回答一下，离线它主要是稳定啊，它不会出现掉线或者怎样的情况。我录制视频呢，就要求整个流程比较顺畅，所以说采用了离线。那离线的过程呢？一般就是打每个角色的通关的流程。其实啊，游戏有很多种玩法。通关这个流程，如果你玩的比较熟练的话，你也能够体会到其中的乐趣。比如说，就现在这个阶段啊，咱们的人物啊没有什么好装备，你就要利用到现有的装备来一点一点的攻关，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。有很多小伙伴就习惯。进游戏了，如果是单机，那就开了修改器，那其实就没什么意义了。好的，咱们继续做第3个任务，救老爷子呀！看我现在的团队啊，有2只狼了。那后面的技能点数啊，我都要投给这狼系了。灵的话呢，应该会开下一个。会给这些狼啊提供一个光环，提高一下他们的输出，因为本身他们的输出真的是不高啊，比骷髅是低很多了，数量也不如骷髅。这里咱们捡到了任务道具，我还要找一下传送站。有一些点呢，你就是一带而过，但有一些点啊非常重要，你需要重点照顾一下。
哦，这个 LC 现阶段不错呀，加伤害加抗，3只狼了。传送站，传送站，在这儿可以去救老爷子了。哦，没什么要买的，我主要想修一下咱们的标枪啊，因为它是60发，我正反手呢大概是120，没有好的。那好的就算了，出发。石块旷野，石块旷野这张图呢，因为咱们之前跑过了，这里已经被我清的差不多了呀。石阵在那儿，石阵旁边呢就是地底通道，这都离得很近。现在咱们队伍人数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个。我记得大概20年前，我曾经有一次和小伙伴联机，他用的德鲁伊召唤，那我用的是死灵法师。那个时候的死灵法师啊，当初的版本是，你点一点它就增加一个骷髅，骷髅呢没有现在这么强啊，但是人数很多，所以安姐那个门一打开，我们冲进去啊，就冲进去2、30人啊。这里啊，把威尔斯华尔德干掉。我们的标枪德鲁伊是很强的呀。哎，不对啊，我不是召唤吗？我怎么标枪了？咱们什么玩法来着？等于逐渐忘记了标题啊。可能是我拿的武器的原因啊，有一点不伦不类了。就是召唤系啊，结果呢起了一个战士的装备，而且是个远程。行了，老爷子救出来了，咱们回来。下一个任务就是女伯爵了，领了一个戒指啊，看看给的什么。2能量，2能量对我有用。这个是增加法力上限的呀，因为万一咱们的队伍崩的话呢，再召唤完全就是靠法力，它不像是死灵法师。死灵法师召唤呢，需要依靠地面的尸体还有法力，但是咱们的队伍如果续航的话，全都是靠法力瓶了。遗忘之塔爬吧，一共5层啊。狼呢，现在咱们满了5只。标枪的伤害目前来看还可以，但是呢，我有一个预感啊，就是咱们目前的这个玩法，到了普通的杜瑞尔的时候会遇到瓶颈啊。我估计这个队伍会被杜瑞尔虐得很惨，他可能一下子就会干掉一头狼啊，一招打碎一个吧。所以我尽量练级，打杜瑞尔的时候最好呢练到18级以上。这个等级对这个玩法的德鲁伊来说太重要了。这个塔爬得很快，马上就4层了。还有1层呢，就冲到底儿了呀。虽然这里比较昏暗啊，也比较窄，但是咱们冲的还是很快的。
哎，这个帽子是我的，对吧？看一下啊。哦，加一个乌鸦啊，这样我能多召唤一个乌鸦了，是吧？来吧，来一招乌鸦坐飞机，2只。我的狼是不是少了一只？召唤狼太费法力了，我召唤的时候都是在家里召唤的，守着阿卡拉。召唤完呢，就和他对话。因为我现在的法力又没有加，装备也不好。召唤狼大概2到3只，法力槽就空了。然后呢，再来一波，然后再召唤一个藤一个灵，又空了。所以说，把这个队伍团齐呀，可能需要和阿卡拉对话2到3次。来吧，带着队伍往里冲啊！狼的效果怎么感觉总有贴图错误啊？我打出一个塔尔，塔尔是7号啊。Good day。打个女伯爵啊，狼挂了好几头啊。所以说狼的强度真的是，我几乎把所有的技能点都投入给狼了，他还是这么不给力啊。箱子里的装备啊，现在都穿不起，级别不够啊。多来点这个，该铁匠了，对吧？铁匠还是比较狠的。把标枪修一下，现在给了我一种玩亚马逊的感觉。好，召唤物呢补齐，戒指。哦，这个只有一个电抗啊，那不行啊，因为我现在还有物理攻击呢，带一点准确率呢也是比较重要的。狼的攻击力只有10左右啊，这个真的是不高。其实呢，我已经给大家录制过几个角色了，如果算上原版的话，这应该是第7个角色了吧，还是第8个？那可能在普通的第1章的时候，我的打法就是各种天马行空的，比如说呢，使用弓箭的法师，抡着长刀的圣骑士。然后拿着标枪的德鲁伊等等，因为现阶段啊，你就什么攻击高来什么。这是一个起步阶段，比较特殊啊。那后面呢，我可能会换上弓箭，这个就是猎人玩法了，拿着弓箭，然后身边的一群动物。兵营啊，里边好多人啊，动物没有跟上啊。这还有一个精怪。精怪最好能打，因为呢，咱们毕竟需要经验啊。第2章的雇佣兵呢，我应该会雇一个加准确光环的。看看这个头，哎，这个头加项目智者，行啊，我感觉它比乌鸦要重要。来找铁匠，咱们团队现在10个人了，10个单位了吧？好，来了一个技能神殿，这个好啊，这个我要冲招。哦，这边应该没有铁匠。这个地图啊不像，结构就不像。铁匠那里呢，应该是有一个南北向的走廊，然后呢左右各一个大的房间。铁匠呢在其中的一侧，一般是左侧。
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结构。这里边也没有，但是怪很多呀，这里。在这儿，在这儿啊！好，我冲进来了，动物全都挡在外边了。想往里走一下位。这个铁匠恶魔特别强壮。恶魔的这个属性啊，它实际上是一个负面的属性，因为咱们很多装备呢是增加对恶魔的伤害或者准确率的。来到了内侧回廊。内侧回廊啊，就是打一下骨灰啊。3到10，好，打出一把长弓，终于把这把短弓换下去了。不对，应该是烈弓。攻击力3到10，还有一个孔。这个打安姐之前，我应该会给他镶点东西。听一下这个骨灰，哦，打出一个黄金骨灰啊，它是真的出东西。行了，去找安姐吧。打安姐之前，我的等级呢练到了15啊，这个等级就偏高了，因为打安姐的话一般13左右。咱们等于多练了2级，多练2级的话呢，我就穿上了现在身上的这身装备，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。这是法师之前打出的遗产。当然了，15级不可能有什么好东西，但应付现在的难度和状况绰绰有余了。看现在这个团队啊，因为我有了艾利区之眼，所以说这个乌鸦也多带了一个。学生，这个帽子很烂。戒指和腰带一般，但是呢，我有一个马纳德。后是咱们的技能，几乎所有技能点都投给狼了。要冲了！我的铠甲上镶了一个碎裂的紫宝石，这个我是不小心啊，手一抖镶上的，不是故意的啊。咱们把安姐围了，没什么好东西啊，那也可以了。咱们至少顺利的过关了。那好吧，本期呢时间差不多，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